本视频由阿米洛海运机械键盘赞助播出，键盘艺术家阿米洛。属于我的时间有多少？属于我的世界有多少？忙于通勤的劳顿，忙于工作的心情，忙于生活的烟火。时间本就很少，也只有此时才能获得片刻的欢乐。主机加速盒子始于汽油联机堡。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这游戏，我是聂俊。控制这款游戏在年末游戏大潮的档期下，显得好像没那么耀眼啊。推广力度和话题热度呢，似乎也并不高。哪怕从游戏的形态上来看，也并没有特别颠覆之处。既没有鬼泣战神这样的知名 IP 加成，也没有像只狼那样对游戏方式的好奇感。作为射击为主的游戏，甚至也没有多人模式来维持热度。加上 Remedy 这家公司多年来做的游戏都趋于相同，这让不少人对这个游戏有一些固有的标签来弹幕回复下，看一下有哪些标签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弹幕演员但是我相信弹幕所说的这些标签，其实我们一开始也都这么想。但是有意的是，这款本来我并不抱多大兴趣的游戏，最后却津津有味的打通关了甚至开始研究其背后的剧情来了。这不是说控制就多么创新多颠覆，但是我们却能看到一个老牌公司努力改变自己固有风格所做的尝试这都值得我们好好了解一下控制对 Remedy 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先说个有趣的控制这个游戏和异界锁链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售的这两个游戏我们同时都在玩。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两个游戏是何其的相像当然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底子里非常像，都是主角有别人没有的超自然能力，都是要对抗从异世界来的生物。异世界的生物呢，都还是红彤彤的，主角的能力都是借用之异世界，同时主角都能通过某种方式穿越到异世界。异世界的画风都还很接近，都是矩形组成的几何风格，而且同样是姐弟关系，姐弟之间同样是主要冲突根本就是同一个剧本和设定，由完全不同的两拨人分别开发的感觉如果抛开两个游戏在类型和玩法上的大相径庭，也不是因为两个游戏同时发售，我甚至会以为是一个抄袭了另一个。好，照例在聊游戏之前，先解读一下工作室。最初我们并没有做控制这个游戏的打算甚至说我并没有太大兴趣。这个开发团队 Remedy 的上一款作品《量子破碎》，我们就没有做视频，倒不是品质不好，而是我们没有从中挖掘出什么特点除了炫酷的视觉设计、炫酷的超能力，游戏本身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大的震撼，或许是我们太肤浅没 get 到吧。剧情上虽然不错，但是游戏和美剧结合的方式似乎也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以至于控制的 gameplay 出来之后，让我们觉得是量子破碎的设计延伸，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玩只是工作需要。说起 Remedy 这家公司，情感有点复杂曾经我是非常热爱这家公司的，他们的马克思佩恩前两代在2001年那会儿把我给震撼得一塌糊涂电影化的叙事手法，弗兰克·米勒的漫画式过场，游戏史上首现的来自《黑客帝国》的子弹时间，吴宇森暴力美学的飞扑射击和被打得残血横飞的场景，完美再现了电影《英雄本色》的经典枪战，这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枝独秀从此爱上了这家公司。或许至今 Remedy 的 logo 中间仍然是一颗子弹，就是源自于马克思佩恩。在那个时候 Remedy 就明显想要在游戏里寻求电影的感觉，这和小岛秀夫把游戏当电影来做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并不会用电影概括游戏的玩法，他们是想在游戏里重现电影特有的质感。比如马克思佩恩就是在重塑曾经港片的质感，
以至于后来 Rockstar 接手的马克思佩恩3，我都觉得少了点港片的味道啊。他们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是最早一批用真人做游戏脸模的。马克思佩恩那张好像便秘一样的脸，其实就是游戏的编剧 Sam Lake 友情演出。2013年E3微软发布会出来宣布量子破碎的就是这张便秘脸。现在看回控制里这张不美也不丑，感觉比较普通的大姐姐估计也是工作室的某个成员的吧。而第二款游戏阿伦醒醒心灵杀手 Remedy 则是想打造出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和同样改编自史蒂芬的电影闪灵的感觉，也融入了许多其他经典的影视文化，比如希区柯克的鸟、海鸥袭击人的桥段，就是游戏里乌鸦袭击玩家的借鉴来源。由于时代的进步，当初马克思佩恩给我的震撼在心灵杀手里就轻了不少，但是那种浓浓的胶片电影的质感和介于恐怖和悬疑之间的氛围，仍然给了广大玩家深刻的印象，并获得了口碑和销量双丰收。但事情来到第3部大作量子破碎，情况就开始有点复杂了。首先是成名作，马克思佩恩从第2部开始就已经被 Take-Two 收购了，所以已经不能再开发了。而心灵杀手呢，虽然最后证明了其商业潜力，但这个游戏其实是个慢热型，300万的热销其实是长期慢慢增长的结果。而游戏在刚发售那段时间，成绩是比较糟糕的。没办法，毕竟他们可是和《荒野大镖客》在同一天发售啊。而这游戏的版权其实在微软手里，首发阶段的慢热导致微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续作的计划。但 Remedy 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所以他们开始捣鼓下一个项目。这个源自于《心灵杀手》里的电视节目量子自杀的项目，后来就被命名为量子破碎。但《心灵杀手》慢热的销量让 Remedy 一开始至今很紧张，没办法，只能再找微软爸爸商量。而或许 Remedy 前2部作品展现出的他们强大的电影叙事的能力，以及《心灵杀手》的叙事同样广受好评，微软这次想再进一步，让量子破碎成为更加注重叙事的游戏，甚至和美剧进行结合。我不知道 Remedy 本身对这方向有什么看法，但是至此，芬兰的故事王电影叙事专业户的标签就紧紧地贴在 Remedy 身上。这个标签本身倒也没什么小岛秀夫不也有吗？但小岛秀夫毕竟会装逼啊，是不是？所以不管好不好，但小岛的游戏总是有很多大胆的尝试，所以非常吸引眼球死亡搁浅就是。但 Remedy 相对就保守很多这导致这个标签基本就等同于剧情很好，设计炫酷，但也就是土，而且一本道。这种定位在2000年左右的马克思佩恩身上是很鲜明的吸引力，但是放到了现在就有点审美疲劳了这也导致了量子破碎最终成绩一般。虽然左看右看品质都很不错是个好游戏，但是总有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至此，我对这家公司就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感。要知道量子破碎我可是第一时间就买了豪华版本支持，但至今我都没有打通关。至此，电影叙事专业户的标签也就成了一种调侃，以至于控制发布后量子破碎换皮的说法就层出不穷。但直到打通了游戏之后，我才明白控制是 Remedy 否定这个标签的野心之作。而之前的作品被收购的马克思佩恩，不被许可开发续作的心灵杀手和被微软左右方向的量子破碎，都让 Remedy 非常的不自在，憋了一肚子牢骚。而这次控制终于是属于自己的 IP， 属于自己的版权。从马克思佩恩开始就有的各种想法和创意，终于可以不受左右的融入到这个游戏里，并充满野心的大声告诉市场，电影叙事虽然是我们的强项，但不是禁锢。我想这也是这个游戏名叫控制的原因，他们终于可以控制自己的步伐了。当然，或许 Remedy 想要弱化电影叙事这个标签，但不表示他们会放弃这个强项，要不然就是自废武功嘛。所以游戏的剧情和叙事手法依旧非常优秀。游戏中可收集的能补充剧情的资料手稿录像带这些常规手法自然不用多说。我比较喜欢的是，在对话的时候，主角会不时地插入自己的内心独白，配上能看清微表情的大特写镜头，让玩家能顺着思路了解角色内心的想法，当然也可能被角色误导了方向。
游戏并没有为了恐怖气氛而故意制造悬念，而是第一章就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大致交代清楚了。敌人名字叫西施啊，不是中国的美女，也不是星战里的 BOSS 啊，是来自另一个位面宇宙的一种生物。而玩家所在的这栋大到离谱，整个游戏都没有出去过的建筑物，则是能和那个位面产生一定的互通，同时也是研究那个位面的调查总部。因此这个建筑物本身就很多不合理，比如大的离谱啊，同时又复杂的要命。现实中啊，真要有这种建筑啊，估计里面的员工别说996了，007那是必须的，因为根本找不到出口啊。游戏一开始就已经把最重要的主线告知了玩家，所以玩家寻找真相的目的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明确的目标：寻找亲弟弟。一开始我会认为这种剧情过早的铺开会降低剧情上的吸引力，但后面就知道，因为游戏的系统关系，一个明确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游戏仍然留有很多悬念，序章告知的只是大体的脉络，其他很多细节故事依然碎片化的藏在游戏各个地方，或者是一段资料，或者是一些物品，又或者是藏在场景里的线索。比如玩家手中的武器会按照玩家的意愿变形，如果看了资料就会明白，这把武器存在于人类历史上已经很久了，并且会根据使用者的想法变化成各种形态。历史上的朗基努斯枪、亚瑟王的时钟剑等等，可能都是这把武器的变形。还有游戏中有个运气概率研究部门，里面能见到一些物品啊，有招财猫、马蹄铁、四叶草、大象等等。发现没？这些都是不同文明里代表好运的东西。在现实世界确实有研究运气和概率的学科啊，但这些学科可从来没有研究这些东西啊，毕竟是迷信嘛。但在控制的剧情里，这些东西之所以会代表好运，之间都有一定的关联，和异世界的能力也有关系。这种叙事手法有点类似于魂系列啊，但也不会像魂系列那么过于隐喻，毕竟有一个找弟弟的明确目标。因此这个电影叙事专业户一方面把主线明的剧情用自己擅长的电影手法来阐述，而另一方面却尝试借鉴魂系列或者说电影记忆碎片的手法，把隐藏在底下的故事分散到整个游戏的探索部分。当然为了不剧透，这里就不讲剧情的细节了哈，相信我，绝对不是因为我还没有理清剧情的全貌啊。因此对考究党和推理党来说，控制这个游戏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说不定过段时间会出现控制学呢，哈哈。但我更关注的是游戏的表现手法。游戏里有些桥段确实震撼人心啊，比如拉几次开关，场景毫无征兆的，连 loading 一下都不需要的，突然切换到一个酒店。说实话，这个桥段一点都不恐怖，但是过于突然，过于匪夷所思，反而让人毛骨悚然啊！就好像你喝了大醉，迷迷糊糊被人送回了家，半夜起来摸黑上厕所，一打开洗手间的灯，发现我靠，这不是自己家，而屁股还有点隐隐作痛，你说吓人不吓人？哈哈。Remedy 这次在叙事上有很多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大胆设计，配合上风格科幻又神秘，视觉上又震撼鲜明的场景，确实能带给玩家有别于恐怖游戏的心灵震撼。你说的这控制它恐怖吗？它不是恐怖不恐怖的问题，它是真的那种很少见的。说到场景，我们已经很少会把表现力单独拿出来说了，毕竟现在的游戏不管是 3A 大作还是独立游戏，表现力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控制这个游戏感受完全不同啊，由于整个游戏都在一个建筑物里，基本没有的自然景观，整体来说算不上美，但是却能看到人类在建筑方面的无限造诣。后现代的建筑风格，简洁的几何结构，借鉴之艾舍尔的视觉错误和盗梦空间的空间扭曲，让游戏场景从头到尾都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游戏后期的一个迷宫场景，我甚至觉得可以角逐游戏史上最震撼场景的名号了。我特别热爱建筑设计，就经常在游戏里徘徊看建筑。我想如果你是学建筑的玩家，这个游戏一定能给你灵感。除了叙事上改变了一本道的手法，游戏的系统上也配合做出了改变。其实早在西林杀手的时候， Remedy 就想尝试开放地图，但因为技术的原因，这个想法没有实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开放世界的技术已经成熟了，但玩家们也有点玩腻了，毕竟烂大街了嘛。
而控制的选择是做成半开放式的银河恶魔城的风格。这不是各大媒体自己认为的，这是 Remedy 官方明确承认的目标。因此，玩家在游戏里是个半探索的状态，有明确的主线目标，但也有可探索的区域。和银河恶魔城一样，同样有些地方需要获得新技能之后才能回来探索，甚至有些看似不重要的支线，不仅能补充剧情，还能拿到新技能。其实这些技能就算不拿也能通关，但是就少了很多乐趣，也限制了一些区域。银河恶魔城的玩法系统并不新鲜，但是做得好的话呢，确实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多次说过，游戏里探索本身就非常令人上瘾，但这种玩法现在更多在2D 游戏里呈现。银河战士又许久不见续作，能把这种类型玩得转的，除了五十岚孝司已经很少见了。而我很高兴控制在这方面设计得很优秀，而且还是 3D 立体地图，还是后现代科幻风格，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确实在市面上很少见。因此许多喜欢银河恶魔城风格的玩家都沉迷在这游戏的地图探索上。所以游戏在剧情上借鉴了黑魂的叙事手法，在系统上尝试走银河恶魔城的路线，再结合自身的美术风格、战斗系统，确实把这些分开看都是很普通的元素，但 Remedy 很好的结合了起来，并形成了独特的乐趣。因此控制这游戏看上去卖相并不好因为除了画面似乎没有很特别的卖点，但实际玩起来却很有滋味。品尝之前觉得平淡无奇，几口下去会发现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大厨做出的家常菜吧。那是不是说控制这个游戏就是好，赶紧买就完事了呢？不，千万别，因为这游戏同样有很多劝退人的地方。首先是游戏地图的指南，银河恶魔城类游戏在地图上是非常抽象的，用一个矩形来表示一个房间或者区域，但是这个区域里面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里面有什么陷阱，有什么样的构造，地图是不会详细标明的，以免过于详细的地图会降低探索的乐趣。甚至魂系列由于使用了 3D 场景，地形更有辨识度，所以直接砍掉了地图功能。我能感受到 Remedy 多么想像魂系列一样直接砍掉地图功能但是没办法，由于控制是在一个风格统一的建筑物内，基本走到哪都一样，缺少了明显的辨识度，完全砍掉那谁还分得清东南西北啊？但为了不降低探索乐趣，游戏的地图仍然只是大概，任务指示也只指明了目标区域，具体在哪仍然需要自己探索。另外，游戏在纵轴上的跨度很大毕竟是栋高楼嘛，但却坚持用一张平面图来表示纵向空间这下更麻烦了，要看懂这张地图都需要花费一番功夫。因此不少人抱怨本来没有迷路，一看地图反而迷路了。这对于容易迷路的玩家来说呢，绝对是个噩梦，算是一个很大的劝退点。但事实上制作组明显是故意为之的，他们在设计上希望玩家干脆不要看地图，地图只是最后的手段。制作组最希望的是玩家能依靠指示牌来辨别方向，比如任务要去控制中心，玩家就能在枢纽地区看到控制中心和其他地区的指示牌，如果准星指上去还会有中文字幕非常贴心，就像我们看着门牌号码找地址一样以此来体现探索感。相信我这么做可能比看地图还有效，而且也确实比一迷路就看地图更加有乐趣。但是我认为这游戏地图上最大的缺失是没有给地图涂色的功能游戏只要走进了某个区域，这个区域地图就会完全开放，但事实上到底具体结构走过没有并看不出来，结果就是地图很容易全开，但是走过没走过不知道，导致玩家很难有想重新探索的欲望要知道，在地图上把走过的地方涂上颜色，这个小小的功能可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多少人就是想涂满颜色，不厌其烦的来回跑。涂色这个最幼稚的玩法其实一直暗藏在玩家心中不然喷射战士也不会这么火呀。游戏的战斗做得很炫酷，玩家拥有帅气的超能力，控制物体、悬浮、冲刺、护盾，特别是控制物体可以驱动场景里绝大多数的物品。想象一下，把一台叉车往敌人脸上砸，这是件多么有益身心的事情
就算在没有物品的情况下，女主角也能直接从墙上拉出一块水泥，上面还连着钢筋，一起砸出去，爽得不得了。再加上从马克思佩恩沿袭过来的场景破坏，一根石柱在战斗的摧残下，真的会只剩下钢筋包水泥，尽显豆腐渣工程之本色。总之，强大的物理系统很好的支撑了战斗的爽快感。但同样的，为了平衡体验，游戏也不能让你太爽，所以超能力共用了一个能量槽这个就算了但所有枪械也共用一个弹夹这个就有点狠了。也就是普通射击游戏里的步枪打完了子弹立马换散弹枪的方法不能用了子弹打光了换别的枪一样没子弹，需要等待其自动充能。这就导致玩家不能一味的开枪，也不能一味的用超能力，必须把枪械和超能力结合起来使用。这就让战斗虽然炫酷，但实际上并爽不起来，仍然需要玩家动脑筋去琢磨战斗。当然，这依旧是制作组的有意为之，它能提高战斗的深度，但同样会劝退只喜欢枪战的玩家。最后，游戏设定的西斯这种敌人主要依附在人类身上，因此除了一两个巨型的大 BOSS 之外，敌人的类型必须是人类形态。结果就是敌人的种类其实不少，但是看不出来基本都是人形就算了，还一个一个红彤彤亮闪闪，特效比台湾蓝月还夸张。战斗一激烈起来，很难去分辨敌人到底什么类型，除了重型兵，感觉就都是普通兵的。到了中期，我看游戏里的档案才知道，原来敌人有这么多类型啊！说来巧了，异界锁链里那些同样红彤彤的敌人，我同样很难分辨他们啊。要知道，人们对角色的辨别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元素：轮廓剪影和颜色。美少女战士和恐龙战队就是用颜色来区分，七龙珠就是用头发的轮廓来区分。结果这两个游戏的敌人颜色被统一了，轮廓都是人形就算了，还又被特效给掩盖了，这能认得出才有鬼嘞。当然这一块并不算特别严重玩多了还是能够区分出来的，就算真区分不出来也无所谓，干就是了。但这点遗憾确实没得洗。或许是制作组为了设计和视觉效果上的统一妥协了这部分，又或许 Remedy 只是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保证设计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吧。以上是游戏确实不够尽善尽美，能劝退一部分玩家的地方。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劝退的地方，而不是说缺点，因为这些点虽然劝退，但算不上是缺点，他们都是制作组故意为之的，或者说是为了达到某个体验而必须做出妥协的副产品。这些年，我们的视频从评测变成了鉴赏，也越来越少喷游戏的缺点了或许有人会认为我们不够犀利了，不够敢说了，但人总会成长，团队也会。这些年，我们对游戏又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我们会用更深刻的角度去看待所谓的缺点。不急，这一部分的思考分享会在国庆之后，我们单独做一个视频分享出来，就叫论什么才是好游戏。强烈建议各位收看，有很多肺腑之言，或许能让你对游戏有更深的理解。到时候再看回控制这个游戏，或许会有新的想法。好，既然是新游戏，还是要说说玩家们购买它的驱动力控制这个游戏在各方面都并不颠覆创新。如果想要获得完全不同于其他游戏的惊喜，那这个游戏并没有多少值得你购买的驱动力。而它自身的魅力则在于有深度、可挖掘的碎片化剧情，可自由探索设计优秀的关卡，3D 化的银河恶魔城的体验，水准极高、充满后现代的建筑场景，以及临场感极强、风格独特的整体氛围，这些都不算是很颠覆的东西但是把这些整合起来并制作的优秀，这就是这家公司想在控制里表达的体验甚至可以说这些元素都不具备有很强的话题性也不适合主播直播的时候玩，因此这个游戏的热度看上去凉得很快但是其实我知道很多喜欢这些体验的玩家都是私底下玩得津津有味的沉默的大多数，而这也是 Remedy 尝试控制自己的第一步，
一旦这次控制好了脚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 Remedy 可以尝试更多更颠覆的玩法。他们或许不是游戏业的明星公司，不能一出手就制造舆论的热度，但真正的明星公司其实就那么头部几家。整个游戏业不能只靠他们去推动，不然市场的资源只会更加两极分化，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事实上，行业更需要更多的 Remedy 这种有自己理想、有自己坚持、也有自己野心，然后稳步成长、稳步突破的公司。Gameker 运动在，我是聂俊。